大年30，年夜饭刚上桌，婆婆就一筷子打在我手上。你妈没教过你吗？不下蛋的母鸡就该宰了吃肉。你还想吃饭？我反手把一碗辣椒酱全部扣在她脸上。你这只专下坏蛋的母鸡才是罪该万死。公公气急败坏，想要撕了我。我整锅排骨汤直接泼到他头上。老公大叫：王苏，你疯了！老子要离婚！对，我是真疯了。上一世我忍气吞声讨好所有人，可是他们得寸进尺。就因为我2年没怀孕，大年30他们扒光我所有衣服，把我丢在冰天雪地的大门外。屋内欢声笑语，屋外的我被流浪汉拖进猪圈折磨致死。现在我摸着肚子里面刚刚怀上的小生命，一把掀翻了所有桌子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见东西。嫁给阿东2年了，肚子还没有一点动静。我们老陈家真是倒了8辈子大霉，娶了你这个外地东西，还想吃我这些好酒好菜。你妈没告诉你吗？下不出蛋的母鸡就该宰了吃肉。老太婆恶毒的话传进脑子里，我猛地睁开眼睛。上一世，也是今天，大年30，我忙里忙外做了10几个大菜，刚准备坐下去，老太婆就一筷子打在我手上。不下蛋的母鸡没资格吃饭，滚出去！我不服。我检查过身体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怀不上孩子也可能是陈东的问题。这句话把他们全家都惹毛了。首先是陈东，他一个酒杯砸到我头上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会有问题？老子一晚上可以对付几个娘们儿，你张口就来。额头流了血，离婚的大姑子大叫，大年30献血，真是太晦气了。王苏，你真就是个扫把星。忍了2年，我一下爆发了，转身就回房收拾东西。我要离婚，我要回娘家。可是我还没有走出卧室，公公带着满身的酒气推门进来，就把我压在床上。阿东不行，我行，明天就让你怀孕。我大声呼喊。陈东跑了进来，我以为他是来帮我的，没想到他却暴怒地扯着我的头发，把我丢到大门外。不守妇道的东西，居然勾引我爸。王苏，你去死，马上去死！老太婆扒光了我所有的衣服，让你贱，让你发骚，今天必须好好惩罚你，不然你一定把我陈家搅得天翻地覆。屋外鹅毛大雪，我一遍又一遍地敲门，我求他们放我进去。我大声喊，再不进去我一定会冻死的。可是他们紧闭大门，吃着我做的好菜，喝着我买的好酒，完全不顾我的死活。好久后，陈慧从门缝里面丢了一根骨头给我，吃啊，贱人！我冷得快要昏死过去时，一个流浪汉把我拖进了猪圈。等陈东终于想起还有我这么个人时，我已经变成了僵硬的尸体，一尸2命。现在我死死盯着老太婆那张恶毒的脸，端起面前的辣椒酱就扣在她眼睛上。老东西，会下蛋就了不起，告诉你，蛋也分好坏的，你下了2个坏蛋臭蛋，你才是罪该万死。乱了，屋里乱作一团，老太婆眼睛被辣得睁都睁不开，她看不到我，只能哇哇大叫。啊，我的眼睛，我眼睛要瞎了！天杀的王苏，你怎么能下这么黑的手？笑死，这就是黑手了，才哪儿到哪儿啊？慢慢来，有他们好受的。陈慧马上用纸巾给老太婆擦脸，可是辣椒酱太多了，怎么都擦不干净，甚至越摩擦越辣，老太婆越难受。
直到最后老太婆跌跌撞撞地冲进厕所，整张脸全部埋进了冰冷的水盆里。老头子把桌子一拍：贱东西，你要干嘛？大年30你对婆婆动手，想死是不是？呵呵，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我怕他个鬼。上一世我一直忍一直忍，他们是长辈，他们老了我不跟他们计较，他们说什么我左耳进右耳出。我想只要陈东对我好就行，我又不跟老东西过日子。可是陈东也变了，婚前和婚后简直是两个人。我以为过不下去离婚就是，谁想到他们居然对我下死手。现在我决定先下手为强。老头子伸手就准备朝我打过来，我端起一大碗鸡汤直接从他头上泼了下去。热鸡汤啊，我最后上桌的滚烫鸡汤。老头子被烫得哇哇大叫，要死了。王苏，你在发什么疯？发我上一世被他们害死的疯。还不够呢。厕所里老太婆在尖叫，堂屋里老头子在大喊。这个年30可是真热闹。陈慧想来打我又不敢靠近，只能指着我骂：王苏，你这个贱人是真不想过日子了是吧？滚！你给我滚！滚出我们陈家！笑话！我反手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你有什么资格叫我滚？这是我的房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叫我滚？他脸都气红了，什么是你的房子？这是我们陈家的房子，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，什么时候成你的房子了？妈的，你们陈家的房子在隔壁，那个快要垮掉的老房子才是你们陈家的房子。你现在站的这里，是我一点一点辛辛苦苦赚钱建起来的，跟你们陈家有屁的关系？你出钱了吗？两个老东西出钱了吗？给老子滚！陈慧要气疯了，她1年前带着孩子离婚回来，就一直住在我家，每天在家里像个女主人似的，见不得我这样，见不得我那样。就因为她带了个儿子回来，就好像比我高一等一样。现在她气势汹汹。阿东，你管不管这个死女人的？再这样下去，她会把我们整个家都掀翻了。陈东又举起了茶杯，上一世他就是用这个茶杯砸破了我的头，现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动手，我先一个酒瓶给他砸了过去。一瞬间，他的额头像开了一朵绚烂的烟花。王苏，他捂着脑袋暴怒，你吃错药了。大年30你发什么疯？呵呵，因为我上一世就死在大年30啊，所以现在我肯定要在大年30报仇啊。3个人都被我收拾了。陈慧捏着手机要报警，王苏你疯了，你肯定是被邪魔附体了。他还真说对了，我是被我上一世的自己附体了。老太婆终于清理干净了脸上的辣椒酱，眼睛通红，肿得只剩下一条缝。她连忙按住陈慧的手，报什么警？大年30你不是让邻居们看笑话吗？妈，她疯了，她真的疯了。老太婆抢过她的手机，当着我的面把电话打给了我妈。王苏，你让我过不好这个年，我也不会让你家安生。我就要问问你妈，是怎么教出你这个畜生来的？她电话还没有拨出去，陈东又抢过来，他死死看着我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说魏石魔要发疯，魏石魔要对我爸妈动手，他们平时对你那么好，给你吃给你喝，你怎么能对他们动手？我可没笑死。陈东，我自己赚钱的，我自己上班的，什么时候要他们给我吃给我喝了？倒是我一年到头给他们好几万现金，我不知道是谁在养谁。老太婆不服气了，你说这话有没有良心？你是儿媳妇儿，孝敬公婆是应该的，你才给几万而已，你出去看看别人家的儿媳妇儿给多少。我根本不看别人，我只看陈慧。陈慧，你一年给你公婆几万啊？陈慧还没有说话呢，她5岁的儿子天赐抢答了，我奶奶每个月给我妈5000，我妈说少，还跟奶奶打了一架。
要我奶奶1个月给1万。哈哈，老太婆被堵得哑口无言。但是陈慧很理直气壮。我和你能一样吗？我生了儿子，给他们家续了香火。你呢？王苏，屁都放不出来一个。你怎么跟我比？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小肚子，那里有一个刚刚到来的小生命。上一世他跟我一起在大雪中离开这个人间，这一世我也不会让他来这陈家受苦。外面依然飘着大雪，我转身进卧室。别的先不说，我得先拿到我的身份证还有手机，这样才能方便我的下一步行动。可是我刚进屋，老头子就跟了进来。妈的，上一世他就是趁我回房收拾东西进来侮辱我，现在我直接把手机架在梳妆台上，他醉醺醺地扑向我时，我一脚踢开在他的当下。老色鬼，给老子滚开！他不但没滚，反而又扑了过来。阿东不能让你怀上孩子，我能，反正都是陈家的血，都姓陈。我对着门外大喊，陈东，你爸要帮你生孩子。陈东一脚踢开了门，他脸色通红，举起拳头就向我砸过来。贱人，你他妈的居然给我戴绿帽子！果然，重来一世他还是这样。他不去怪欺负我的老头子，反而把拳头朝我砸来。就因为我是女人，女人就是原罪吗？我打开手机视频对到他脸上，看清楚，陈东，你给老子看清楚！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马上就把这个视频发出去。什么村群，什么乡群，只要是你们本地的群，我全部发出去。我让大家给我评评理，是你们陈家老头子欺负人，还是我给你戴绿帽？他后退了，老头子也清醒了，看到我拍的视频，他恼羞成怒。谁让你拍的视频？给老子删掉，不然老子打死你这个贱人！你打啊！我声音比他还大。你打死我看你怎么给我娘家交代！你以为我娘家没人了？你打死我就让你牢底坐穿，让你陈家的所有后代子孙全部因为你而不能当公务员，不能进事业单位，只能一辈子给人打工。你打吧，打死我啊！你他妈的！他的手刚举起来就被陈慧压了下去。爸，你可千万别害了我儿子啊！走，出去，快点出去！老头子骂骂咧咧离开了我的卧室，但是老太婆不答应了。她指着我的鼻子口水到处喷，贱人骚货，连自己的公公都不放过。说，你平时到底给我儿子戴了多少顶绿帽？你到底堕了多少次胎，现在才怀都怀不上？这死老太婆，嘴一张一合就给我定了几宗罪。可怕的是，上一世的陈东居然听进去了，他怒气冲天地把我关在大门外，要我老实交代我的罪行，不然就让我冻死在外面。现在他依然这么说。王苏，老实交代，你到底背着我偷了多少人？他奶奶的！我一巴掌甩在他脸上。陈东，老子要离婚，马上离婚！被我甩了一巴掌，他好像清醒了一些。大年30，你离什么婚？没事，现在办不了手续，但是条件我可以先谈好，存款20万，1人1半，但是这房子我搬不走，家具家私我也拿不走，所以这些我都给你留下，我折合成现金20万带走，房子和家具都留给你。陈东，一拍两散吧。他还没有张嘴，陈慧首先不同意了。凭什么现金全部给你？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们家给了6万8的彩礼，你现在但都默下一个，离婚是要彩礼全部退回的，就算打官司你也要全部退回，甚至要双倍，法律规定的。别想白嫖我们家的彩礼。妈的垃圾，彩礼6万8，我嫁妆也是6万8，他怎么不提？你离婚怎么不退彩礼？他可骄傲了，我生了儿子啊！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能跟我比？
他一边说一边傲娇地把他儿子推到我面前。刘天赐手里还捏着一个油腻腻的大鸡腿，胃里一阵恶心，我差点吐了出来，连忙捂着嘴跑去了厕所。身后传来老太婆欣喜的声音：妈呀，王苏该不会是怀了吧？一旦激起千层，所有人都跑到了厕所外面盯着我，尤其是陈东。王苏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老太婆很焦急，你这个月是不是莫来那个？是不是？他们都满怀期待地看着我，可我就不告诉他们。陈慧有些不爽了，她双手抱着胸，就算怀了怎么样？谁知道是男是女？万一怀个赔钱货，还不是没用，还不是要打掉？哈哈，我擦了擦嘴转身，淡定地告诉他们，你们想多了，没怀。没有哪个孩子愿意投胎到你们这种重男轻女的家庭。陈东，别废话，离婚吧。听到我这么说，老太婆和陈东都一副失望的表情，唯有陈慧很是开心。全家人都希望我赶紧怀，只有她希望我永远都怀不上，所以她并不想我和陈东离婚。我怀不上对她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老太婆又开始骂骂咧咧了，真是没用。儿子，他要离就离，重新找一个，马上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陈东拼命抽烟，好一会之后才看我，别发疯了，好好过完年再说。还过个屁的年！我继续收拾东西，我现在马上回娘家，大年初7去民政局办手续。你真要离？离！我斩钉截铁。行，你自己说的，现在你就走，我看你这黑灯瞎火的往哪里跑。是啊，大年30漫天飞雪，家家户户都在团圆，路上鬼都见不到一个。他知道我远嫁，他笃定我没办法走，于是他推开大门，一把把我推到门外。滚，你滚啊，别后悔，别求着我要回来。外面鹅毛大雪，零下几度的天气，家家户户都紧闭着大门，只有几个不怕冷的孩子在放着鞭炮。老太婆紧紧盯着我，再问你一次，真没怀？怀个屁！打死我都不会告诉他们我怀了，我不会给他家一点希望。但是我知道，除了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，陈东永远也不会再有下一个，永远都不会有。妈的，死东西，滚吧！不是要回你娘家吗？现在就滚！他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，没一会儿又打开。骚货，刚刚还敢勾引你公公，给老子去死！他和陈慧一起伸手来扒我的衣服，上一世我还没来得及反抗，就被他们直接扒光了所有衣服。但是现在我有防备了啊！我抓起地上的雪就朝老太婆和陈慧眼睛抹去，他们根本没想到我还会反抗，一个没注意全部睁不开眼睛。我趁机要了隔壁小孩的鞭炮点燃，就往堂屋里面丢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真热闹，这才是过年该有的样子。陈东和老头子都被吓得跑出了大门，我趁他们不注意，一个人跑回堂屋并迅速地锁上了大门。这下轮到他们在外面大喊大叫拍门了。王苏，你给我把门打开，快点让我们进去。你想冷死我们吗？零下几度，这么大雪，快点给老子把门打开。我充耳不闻，一个人坐在年饭桌子前，这些我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饭菜，他们却一口不让我吃。笑话，我一边喝酒一边吃肉，没有讨厌的人，真爽。我得吃饱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收拾这一家子畜生。大门被拍得咚咚响。王苏，你他妈的到底要怎么样？我吃了一个大虾，终于开了口。陈东，你给我跪下道歉，我就让你们进来。滚！他是男人，你怎么能让他给你跪下道歉？你哪里来的脸？老太婆暴跳如雷，你不把门打开，我就报警。
让所有人都知道大年30，你一个儿媳妇儿把全家人关在大门外，我让所有人都来看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笑死我了。他拿这个威胁我，简直天方夜谭。你让人来看啊，反正我一个远嫁的，我怕什么丢脸？我娘家又不在这边，我到底能丢什么脸？赶紧报警，赶紧让全村人都来看看热闹。反正这大年30也要守岁，就给村里人上点节目吧。你老太婆要气疯了，她最要面子了。上一世我死在了猪圈里，大年初一天末亮，她就把我从猪圈里面拖出来，迅速地给我穿上衣服，假装我是自己喝多了酒发酒疯，自己出去冻死的。现在我一边吃着好酒好菜，一边给我妈打了电话。闺女啊，今年的春晚好看吧？你都2年没在家过年了，这家里啊，总是感觉有点冷清。我心里一阵难过。妈，明天我就回去。她有些惊喜，陈东答应你回娘家了，明天就回来啊？好好好，你那房间妈年前就给你整理好的，就想着等你回娘家住得舒服一点。鼻子酸酸的，我咬了咬牙，正要说话，大门又被猛烈拍响。开门，王苏，你快点给老子开门。姑娘，什么声音？你和陈东吵架了？我努力忍住泪水。妈，我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明天我一个人回去，你也别担心。要是陈东给你打电话，你也不要接，等我明天回去就是。我这边电话还没有打完，门外的陈东果然开始威胁我了。你要是还闹，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妈，我让他们这个年也过得不安生，我让他们在千里之外坐立难安。果然，我太了解陈东了，他唯一能拿捏我的就是这招。我嫁得远，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我即使受到再多的委屈我都不说，从来不告诉他们，因为我知道，告诉他们也只能让他们干着急。距离这么远，他们能做什么？陈东知道我的心思，所以他现在拿这个威胁我。我给你1分钟时间，要是你还不开门，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妈，我管他那么多，继续吃菜。1分钟后，我听到了他的咒骂声。妈的，王苏，你家人都不要你了，连电话都不接了，你还不老实给我开门，给我道歉，不然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心死得彻彻底底，无论他们怎么喊怎么骂，我动都不动。上一世，我手都拍红了，他们只丢给我1根骨头，我没有衣服，哪里都不能去，只能抱着身体瑟瑟发抖。他们现在还穿着衣服啊，真是便宜了他们。10几分钟后，老头子用力踢了一脚门，拿斧头来，把门给我砍开。我不相信治不了这个东西，陈东真的找来了斧头，他们一下又一下地砍在大门上。我一边喝酒一边报了警，远警同志让我尽量稳住，现在大雪路上不好走，他们来不了那么快。没关系，因为我顺便还给在村群里面艾特了村长。杀人了，陈家要杀人了，村长快点来救我。群里马上热闹了，村里人最爱看热闹，于是纷纷发言。陈家媳妇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谁要杀谁？是啊，陈东要杀你吗？赶紧报警啊！我把手机贴着大门，咚咚咚的砍门声清清楚楚。村长立马给我发来资讯，你现在还安全吗？报警没有？赶紧找个安全地方先躲起来。我马上就到。群里有人在艾特陈东，有人在艾特陈慧，也有人在报警，甚至有人直接给老头子打电话。这个大年30，可是太热闹了，他们还在用力砍着大门。陈慧继续骂我，王苏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贱人，这么冷的天，我儿子要是感冒了，我弄死你。老太婆也在嚎，天啦，家门不幸啊，娶了这么个东西，
我是倒了几辈子大霉。老头子威胁我，等门打开，看老子怎么砍死你。呵呵，我无比淡定，因为门还没有砍开，村长已经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男村民冒着大雪跑来了。陈东，你在干嘛？大年30，你要闹出人命吗？陈家人都呆在了原地，陈东的斧头还紧紧捏在手里。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村长脸色黑得像炭。我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这大年30，你就要让我们村上头条。你到底要干嘛？啊？还动起斧头了？陈东立马把斧头丢在一边。村长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是。他还没说完，老太婆就拉着村长嚎了起来。村长啊，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！你看这大年30，下这么大的雪，王苏那个贱人，他把我们全部赶到了门外，他是想要冻死我们啊！你看看我的小孙子，鼻子都快冻掉了。村长莫理他们，只是朝着门内喊我：王苏，你还好吗？我们来了人，你不要怕，开门吧。我二话不说，立马开了门。我就是要有外人在场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来看热闹，我就是要陈家人全部丢脸。他们不是要脸吗？我就把他们的脸全部丢光。门一打开，他们就飞快地冲了进来，个个头上都是血，全是白眉大侠。陈慧举起手就朝我打来，妈的，贱东西，你看看我儿子的脸，你他妈的自己生不出儿子就来折磨我儿子是吧？他的手还没落到我脸上，村长就大吼一声：陈慧，我在这里你都敢动手，你胆子太大了，你们一家人欺负人家一个，太过。陈慧不情不愿地放下了手，笑死，这是村里，他们谁都可以不怕，但就是怕村长。老头子看了一眼桌子上，他的酒已经被我喝掉一大半，他气死了。我的好酒，谁让你喝我的好酒？我抓起酒瓶砸碎，剩下的一点全部洒在地上。我买的酒我为什么不能喝？笑话了。他指着我你，半天一个字说不出来。村长问我，别害怕，你想怎么样说出来，我们给你做主。鼻子一酸啊，虽然村长我一年也见不到几次，但至少他是公平的，他不是陈家人，他不会偏袒陈家。想起上一世我的惨死，我大声说，我要离婚。离婚？那你们谈吗？怎么搞成这样？喊打喊杀的，我更委屈了，眼里真的忍不住，顺着眼角流。村长见状又问陈东，你怎么说？离不离？陈慧又插嘴了，我们谈了，让王苏赔我哥的双倍彩礼，还有这2年在我们家的生活费，还有我哥的青春损失费，一共给我们30万就离。多少？村长都张大了嘴巴。30万啊，给了我哥就马上离婚，离谱！院子里面突然出现很多声音，群里面得到消息的人都冒着风雪来看热闹了。隔壁的刘嫂子迅速进了门，她一边跺脚拍掉身上的雪，一边给我打抱不平。陈慧，你们家是要吃人吗？为什么要赔你30万啊？还双倍彩礼？笑话，人家又不是骗婚的。陈慧硬着脖子，她嫁进来2年，孩子都没生出来，本来就有罪，本来就该赔。呸！你们真是不要脸，有没有孩子又不是女方一个人说了算的，也许是你哥不行呢，凭什么都怪女人？陈慧脸色不好看了，她指着刘嫂子，关你屁事儿，你手怎么那么长啊？这是我们陈家事，你滚，快滚！刘嫂子拉着我的手，别怕，王苏，虽然你是远嫁的，但是有法律，有远景，还有村长在这里，他们不能欺负你。眼泪啊，跟不值钱似的。上一世我被他们赶出来的时候，就准备去找嫂子给我报警的，
可是老太婆恶毒地扒光了我的衣服，我没脸去找人。现在我抓着刘嫂子的手，哭得稀里哗啦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刘嫂子一边给抹泪，一边替我骂陈家人：大娘30，你们就这么欺负王苏？你们就是欺负人家远嫁过来没有娘家人，我真是看不过去了。王苏，跟我走，到我家去过年，干嘛要留在这里受他们的窝囊气？你反正又没孩子，也没牵挂，我们走。刘嫂子拉着我就走，可是老太婆却挡在我们面前。我们家的事你真是管得宽，我今天就站在这里，我看谁能把她从我手里带走。刘嫂子气死了，村长也生气了，但是正如老太婆所说，他们又怎么可以强行带走我呢？这么多人，他们还是这么嚣张，这么无赖。我火冒三丈，打开手机就点了视频，刚放出一点点，陈东就听出来了，他迅速过来抢我的手机，我立马握着破酒瓶子对着他的脸：来啊，陈东，你敢走近一步，信不信我立马戳破你的喉咙？村长吓得赶紧劝我：冷静，冷静啊，王苏，千万别动手，不然本来是你占理的，最后都变成了你的错。无论如何，千万别动手。陈东不动，我就不动。手机视频继续播放，村长和其他看热闹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。天啦，怎么能这样？欺负儿媳妇儿？是啊，陈老头，你太过分了，简直不是人。陈东，你爸给你戴绿帽，你不怪你爸，反而打你媳妇儿，你脑子里面怎么想的？老头子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他大叫着：关掉，给老子关掉视频，不准放。要面子的老太婆也疯了：王苏，你要不要脸啊？这种视频你也放给别人看，你真他妈的不嫌害臊。我为什么要害臊？我是受害者，加害者才该害臊。给老子关掉。王苏，你他妈的要点脸行不行？陈东兴红着眼睛，恨不得吃了我。离，老子跟你离行不行？终于听到了我想听的声音，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，陈慧突然趁我不注意，一根拖把棍直接顶到了我的肚子上。妈的去死！贱人，你直接去死！肚子阵阵发痛，我感觉到身体里面有热热的东西流出来。刘嫂子大惊失色：天啦，她流血了，快点送医院！王苏她流血了。天旋地转，什么都看不清楚，什么都听不清楚，我就这么倒了下去，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倒了下去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在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在做梦，因为妈妈坐在我的床边，爸爸和哥哥站在床尾。闺女，你终于醒了。我眼睛闭上又睁开，闭上又睁开，原来不是梦，真的是爸爸妈妈和大哥来了。妈妈一直掉泪，你到底受了多少委屈啊？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们？为什么不说，就让陈家人这么欺负你？你又不是没有娘家人，你又不是没靠山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爸爸递了一张纸给妈妈，都叫你少说2句了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妈妈努力闭上眼，她要把眼泪往肚子里面吞。我刚想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，门被人敲响，大哥迅速出去，门外的人是陈东。我听到他在求大哥，让我看看王苏吧。大哥，不是我打的他，真的不是。我问了医生，医生说她怀孕了。大哥，你让我进去看看，我保证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好好对待她。她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们全家都会把她捧在手心里的。大哥砰的一拳打在她鼻子上，然后拖着她丢在我的床前。陈东，跪好，给我妹妹好好跪住忏悔。陈东鼻子流着血，眼神哀求我：苏苏，你原谅我吧，不是我打的你，我一直都是爱你的。
而且现在我们有了孩子，未来我们的生活绝对是幸福的，是甜蜜的。我闭上了眼睛，不想看到他。这还能幸福？还能甜蜜？他在说什么梦话？大哥一拳一拳地给他砸下去，他一下也不还手，任由大哥发泄，直到老太婆和陈慧大呼小叫地冲了进来。天杀的！你们怎么能这么打我儿子？住手！快点给我住手！大哥非但没有住手，我妈反而一巴掌甩在陈慧的脸上。你凭什么打我女儿？你怎么敢打我女儿？陈慧不服气，转身就要还手，可是我妈根本不给她机会。你这种在娘家兴风作浪的大姑姐才该去死！妈的，我女儿是你能欺负的。陈慧根本不是我妈的对手，她大喊着叫老太婆：妈，你帮我啊！你就这么看着我被打吗？老太婆犹豫了一下，刚想帮忙，我妈马上问她，是不是想保孙子？老太婆好像被戳到了穴位一样，马上放下了手。对对对，王苏怀孕了，终于怀孕了，我们陈家有后了。亲家母，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对王苏好的，我一定把她当作亲女儿看待。呵呵，被打死的亲女儿吗？我妈看了看我的肚子，然后看了看陈慧，最后才看向老太婆。你不会以为孩子还在吧？老太婆慌了，你什么意思？哈哈哈哈！我妈笑了好久，最后丢给老太婆一张治疗单子。你的孙子被你女儿一棍子打死了。老太婆，你孙子没了，永远没了。老太婆不相信，她怎么都不相信。你胡说八道，医生都说了王苏怀孕了，医生也没说她流产了。医生当然不会说，因为我妈嘱咐了医生，千万不要告诉他们。我妈要让他们从满怀希望到失望，不过还不够，他们还没有感受到绝望。听到孩子没了，陈东也从地上站了起来，大哥扯着他的衣领，陈东，你儿子是被陈慧打死的，你不报仇吗？你不找他吗？陈东带着满嘴的血一点一点靠近陈慧，陈慧害怕了，她颤抖着腿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她怀孕了啊，大哥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啪，一个巴掌甩在他脸上。陈慧，你害我儿子，你害我的儿子。陈慧脸被打肿了，陈东还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扇。老太婆心疼她的女儿，挡在陈慧面前。你够了，她是你姐，而且她也不故意的，你打一次就够了，孩子没了再怀啊，你打死你姐又有什么用？陈东终于停了手，果然还是他的家人重要啊。他打我的时候，他把我推到门外冻死的时候可是毫不手软，现在到陈慧这里做样子几个巴掌就够了？不够，远远不够，跟我上一世所遭受的一切比起来，怎么都不够。陈东转过头看我，苏苏，我姐真的也不是有意的，她不知道你怀孕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是啊，老太婆附和，既然怀了一次就能怀第二次，再怀一个就是，多大点事儿。哈哈哈哈，我真的忍不住笑了，发自内心终于笑了。我死死盯着陈东。陈东，年前去检查身体的结果出来了，你没去拿吗？他眉头皱了皱，根本不用看，我自己的身体我了解得很，那次检查就是你非要拉我去，能有什么结果？大哥啪地把结果甩给了他。看吧，陈东。他狐疑地捡起那张纸，下一秒他大喊起来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有问题？绝对不可能。老太婆和陈慧也立马抢过那张纸。若晶，哈哈哈，对，陈东若晶，她真的很难有孩子，即使幸运女方怀上了也很难活得下来。医生说，她这辈子可能就只能有这一次有孩子的机会。
可是这个孩子啊，上一世他和我一起冻死在猪圈里，现在他又被陈慧一棍子打死。陈东，他注定不能有孩子。陈东崩溃了，老太婆疯了。陈慧吓得拔腿就跑，他一边跑一边喊：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不关我的事，他们都没有再出现在我的病房。大年初七，爸妈和大哥带着我去找他离婚，家里房门紧闭。隔壁刘嫂子看到我：王苏，你们家几天都没开门了，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家？怎么能不在呢？大过年的他们能去哪里？大哥皱了眉头，该不会是不想离婚跑了吧？不知道，开了门就知道。可是门打开后，我差点当场吐了出来。屋内血腥扑鼻，堂屋里面没有看到一个人，但是到处都是血，黑色的血，显然已经几天了。大哥立马报了警，我们全部退到了门外。远景同志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跟着一起重新进去。厨房里没人，厕所里没人，陈慧的卧室也没人，我的卧室还是没有人，楼上楼下都没人，但是却到处都是血。最后，远景同志在后院的柴房里面找到了他们所有人，当然，其中4具尸体，只有陈东还在念念有词：害死了我儿子，你们也得死，全部都得死。我拼命忍住恶心，看到陈东跟个疯子一样，全身是血，胡子拉碴，他手里还拿着菜刀，终于抬头看到了我。你找谁？看到我老婆了吗？她怀孕了，但是她不见了。我打开了手机监控，远景同志和我一起看了前几天发生的事情。从医院回来后，老太婆和老头子都在埋怨陈慧，都在责怪她。可是陈慧却不以为意，甚至她有些沾沾自喜，掉了就掉了，本来医生也说了，不一定能存活下来。爸妈，阿东，我有儿子啊，你们以后把天赐当作陈家香火就行了，都是一样的。陈东恼羞成怒，怎么能一样？他又不是我儿子。老太婆和老头子叹了气，也劝起了陈东，算了，你姐说的也没错，以后你就把天赐当儿子吧。陈东死都不同意。陈慧还在拱火，谁让你自己不行生不出来？阿东，认命吧，把你的钱都给我好好培养天赐，他将来会记着你的好的。医生说了，你这辈子都不能有孩子，别瞎想了，我把天赐改姓陈吧。阿东，先给我1万块，我给天赐报个兴趣班，反正你的钱将来也全是阿东的。陈东疯了，举起了刀，一刀一刀下去，血流成河。陈东被判了死刑，我们的婚姻自动解除，终于摆脱了他们。我收拾了所有东西，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，永远不会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，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